本只是跟女朋友吵架，然后出门乱走，结果下载这个游戏之后，我逼着每天走10000步，31天后，我的身体竟然变成这样。Hello， 大家好，我是米拉爸。其实我本来就知道皮克敏，但是从来都没有觉得它可爱，只知道它跟走路有关，常常在推上会看到，但是也没有想跟风。结果因为跟女朋友大吵了一架，4月11号那天，心情很差的我就到博尔走路散心，想说走路也是走路，我就下载了皮克敏，想说转移一下注意力，也没打算要走多久，想说大概就走个2-3千步吧。我就边走边熟悉界面跟玩法，一开始只觉得说界面好乱，我都看不懂，所以我就单纯看哪边有花就往哪边走，掉落的精华捡起来，还有用步数敷盆栽。但是刚好那天是什么社群日，有一个走10000步的活动，走着走着莫名其妙我就真的走了10000步。第二天情绪依然低落，所以我就又放空无脑的出门走路。在走路的时候，不管你是要放空听音乐或是看风景，真的都是蛮好转移注意力的方式。好酷哦，好像是为了防猴子。昨天虽然说有10000步的活动，但是我不知道奖品到底是什么。我以为社群日2天都要走10000步，就又莫名其妙的走了10000多步。这天我学会了种花，所以我又出门走路了。在这个人均健身房的年代，米拉爸就是纯宅在家里的小肥宅。离职在家后，就更变成了全职住宅警备队。我也知道要运动啦，但是在缺乏动力的情况下，我之前想的解决方式是健身环。但是即使我买了健身环，不知道为什么我最长连续运动的时间始终没有超过7天。虽然我一直以为我不是胖，但是像之前工作的时候去做健检，报告里却明白说我是肥胖。之前的工作也都是坐着居多，那个时候才69就已经是肥胖了，现在比那个时候还要多了4公斤呢。我开始有了自己的皮克敏后，为了喂它们，我又出门走路了。虽然我发现不是社群日的话，它其实没有强制你要走多少步，但是今天我决定这个月每天都要走10000步。既然决定了，就先来量测一下现在的身体数据。我家里只有简单的塔尼塔家用体脂计，今天的体重是73.8公斤，要是吃太饱的话，还可能超过74，所以应该是差不多啦。BMI 是25.5，已经有点高了。体脂率居然有20%，肌肉量还行，但是内脏脂肪11.5，真的是有点过分了。ChatGPT 给我的评价也是应该要注意了。我就是那种好像看起来不胖，但是肚子越来越大的那种。是时候该面对这个问题了。这几天除了自己定下的计划外，我发现为什么我会愿意持续出门。第一个就是走路的心理门槛真的很低，任何时间都能走，也不会太累。配合游玩皮克敏的话，更是有那种即时回馈。不管是种花或是水果，有走就有东西，而且在安全的情况下，边走边玩也不会让过程觉得这么无趣，只是单纯的走路。这只狗一直跟着我，已经跟好久了。你要干嘛？你要陪我运动哦。我没有吃的啦，跟太久了。怎么啦？红灯啊！好。还没啊，好走。再来就是我觉得它的地图探索功能，皮克敏它会显示你之前走过的路，这个很像之前一款 App 叫世界迷雾，可以看到自己走过的路径累积，会让人更想要走到没有走过的地方。我不喜欢跑步机或是绕操场的原因，就是觉得风景都一样，很无聊。所以我就是每天换不同的路线，刻意走到平常不会走的巷子，也因此发现了之前很多没有注意过的地方，真的是很有趣。最后就是养成皮克敏的收集欲。我觉得可爱的东西通常都是圆圆的，但是基础款的皮克敏一点都不圆，所以我没有觉得它可爱。4点半开始走。现在5点20了，我想睡觉了。吃个早餐回家睡觉。
但是后来拿到岩石或是冰皮的时候，就觉得不错，还可爱。等到后来拿到它变身款式之后，更懂得原来还蛮可爱的嘛。结论就是它其实很像在骗你运动。这几天的感想是，一开始是被逼的，后来变成我自己想走。我开始好奇有没有别人也是每天走1万步。后来查了一下，原来非常多的影片都是在讲述每天走1万步的好处。像是目标是减重的话，走路是非常好的运动。在做了功课之后，我也才了解到，有派说法是说要维持中途的心率是最佳的燃脂区间。单纯慢走的话，可能不太能达到，至少要快走或是小跑。经过前10天的单纯走路之后，自然也会觉得好像可以小小跑一下。所以我给自己的小目标就是遇到斑马线的时候就用小跑步的。在台湾斑马线用跑的也相对安全啦。用这样走走跑跑的话，就会比较容易把心率控制在中途的区间，因为也不是硬性规定有跑的话就是多的。这样的心态也不会像是说我如果出来就是为了慢跑，走路反而会像偷懒。消耗的时间的话，像是在没有停止的情况下，平均10到11分钟就可以走1公里。1万步的话，大概要走个7公里才可以。花的时间大概是1个半到2个小时之间啦，确实是蛮花时间的。想想我如果走1个月的话，就起码走了210公里耶，想想还蛮惊人的。另外，单纯只是动也不行。吃的方面，其实我没有很极端说要吃得多健康干净。我给自己的原则基本上就是尽量不要额外多吃东西。像是我之前除了正餐啊，5点一到我也会去当乞丐超人，买个三明治甜点，觉得才200-300卡而已，应该还好吧。现在就比较少吃了。正餐的话，有的时候是麦片加蛋白粉豆浆，我几乎每天都会喝1000到2000cc 的豆浆。晚餐平常有动力的时候，本来就会自己煮一些普通的餐点，完全不算美食，因为我就只是在能接受的范围内吃肉蛋菜。我是觉得跟以前没有差非常多啦。有聚餐的话也是照吃，偶尔也会去吃到饱，甚至生日的时候半个蛋糕也是分2餐就把它吃掉了。拉雅汉堡配奶茶也是没有在抗拒的。真的要说的话，大概就只有刻意少吃炸物吧。这几天皮克敏最大的变化就在于我可以打菇了，终于体会到什么叫抢菇难。特别是我是住市区，更是觉得不容易，所以我会往柴山那边走，感觉相对比较少人。为了打菇，跑到了这什么深山野岭啊！现在每天路线就是找没有打的菇，然后就往那边走，但真的好黑啊！哇，什么斜坡啊！本来我还觉得没有打也没有关系啦，但自从有打过之后，就会觉得每天3次不打是不是浪费了啊？所以开始会为了没有菇而打而焦虑。有时候看到有菇啊，却不在范围内，走过去却又满了，真的是让人很失落。好在后来我学会了一招，大量加国外的好友，从此我几乎每天一定3次都会打好打满。真的是在此感谢我国外的好友邀我打菇。身体上啊，目前并没有特别觉得腿酸痛或是什么其他的不适，只有最后几天我的改冰居然会因为汗水增加摩擦力的关系而导致小破皮。这到底是走太多还是胖啊？而且倒是因为我开始在 YT 查走路啊、减脂这些资料 ，YT 开始推给我更多有关健康健身的相关影片，我也更了解了有氧啊和重训的差别，也慢慢了解我虽然一直有点排斥去健身房。但重训对肌肉是非常重要的，毕竟人到中年啊，肌肉流失的问题还是要慢慢面对。所以后来我就买了一个可调式哑铃，至少不去健身房的话，也可以在家慢慢动起来。今天是5月10号，也就是最后一天了，刚好最后2天也是社群日，我的皮克敏也封顶300只了。因为我就是一直在走路，所以常常都走到没有盆栽给我敷啊，但是却很少有效率的骑脚踏车种花。所以金币很少的情况就没有办法扩充，开始面临要舍弃皮克敏的情况。然后社群日啊，又有一个在花下种花会有掉果的机制，我会跟女友在半夜12点10分出门采果去，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果实大富翁的乐趣。精华跟花瓣这个时候都要炸了啊，这个时候才了解到任天堂赚钱的秘方，它就是让你资源满没有关系，应该说它就是故意要让你资源太多。然后你就会因为怕浪费去氪金扩充，真的是好鸡贼啊！Hello， 走完今天就是满1个月了，听
今天认真走完1万步，今天也是社群日的第2天，然后明天我再去量看看身体的数值有没有下降。Let's go。然后啊，我真的觉得沿着爱河走真的是很棒的一条路线。然后现在这个新的 Focus 也真的很漂亮，推荐。这个月来，我都是带着小米手环9跟手机去运动，来看看一下1个月前的数字对比。从1个月前平均走2000多步，提高到平均12000步。当然，以实测上来看，我是觉得手机步数比手环高了10%左右啊。废话不多说，赶快来上秤看看吧。体重从73.8降到70.2，BMI 也从25.5降到了24.3，体脂从20%降到了16.7%，最关键的内脏脂肪也从11.5降到了9.5，是没有极为夸张的变化啦，但是还是可以看到数据确实是下降变好了。你们觉得这样的改变如何呢？现在回头看这1个月的心态变化，从一开始只是想要走路散心，到现在我好像找到了一个可以持续出门运动的方式。虽然1个月结束了，但是我会继续走下去。皮克敏只是个推手，真正让你改变的是那个愿意走出家门的自己。希望半年后还能再分享一次更好的状态，直到达到65公斤的目标。你有在玩皮克敏吗？你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开始玩皮克敏呢？在留言告诉我你们一天最高走了几步哦。我是米拉爸，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你看皮克敏的拼豆。